穿越了。明日午时一并问斩。长风，叔父对不起你，都是叔父害了你呀！我想起来了，京城里发生了一桩惊天谜案，宰相公子死在了密室中，唯一的钥匙就在他未婚妻慕云熙身上。宰相下了死命令，3日之内必须结案，否则所有人都得跟着掉脑袋。长风，你醒了，你别怕，叔父想办法，叔父一定想办法。叔父，你负责谭超卷宗，可曾带在身上？长风，别白费力气了，此案人证物证俱全，凶手就是慕云熙。密室，单一嫌疑人，动机明确，证据链完美，这可是典型的栽赃加害，左右都是死，何不赌一把？我有过目不忘之能，我需要一个活下去的机会，也想保全叔父一家。长风，这些卷宗你看一眼就好，千万不能让外人知晓。细节我已知晓，或许我能找到生路。哼，就凭你一个穷书生，吴叔宝，这是你家那个吃白食的侄子？哼，一个连秀才都考不上的废物，也敢妄议国之大案！你这当叔叔的也是，自己没本事，还指望一个废物翻身？张玉成，我虽是白身，却也听闻此案尚有疑点。物证人证俱在，何来疑点？小子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李公子死于子时3刻，而书房守夜的仆人是在子时1刻亲眼看到穆小姐怒气冲冲的持刀闯入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女子力弱，与李公子搏斗一番，花了些时间才得手，合情合理。不合情理。宰相府待客用的是顶级雨前龙井，此茶冲泡后1刻钟内茶汤碧绿，香气最盛。过了1刻钟，茶汤便会转黄，香气大减。而仆人说，他端茶进去时，李公子正在独自赏画，茶是刚泡好的。可案发后，那杯茶仍是碧绿的。这意味着，从穆小姐闯入到李公子死亡，前后不超过1刻钟。一个闺阁弱女子，要在1刻钟内杀死一个常年习武的宰相公子，用一把匕首精准地刺入心脏，一击毙命。张玉锦，您觉得这合乎逻辑吗？你胡说八道！巧合，这都是巧合，是吗？张玉晨，那卷宗里写着伤口平滑，深可及柄。可那把定情的匕首，刀柄上镶了12颗大小不一的东海明珠，用这样的匕首行刺，创口边缘必然会留下不规则的撕裂。这意味着只有一种可能，凶器另有他物。妖言惑众，来人，把他给我抓起来！住手！裴青，裴青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草民顾长风。你刚才的话有几分把握？并非把握，是逻辑。逻辑不会骗人。好，本官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以白衣之身暂为我大理寺顾问，随本官去一趟宰相府，重验现场。若你说的是真的，本官保你平步青云；若你妖言惑众，本官会亲手拧下你的脑袋。草民遵命。裴大人不在大理寺拟定罪状，却带着一个不相干的人跑到我这王子府上，是何道理？李相节哀，此案尚有疑点，本官职责所在，不得不查。这位是本官请来的顾问，于案情或有注意。顾问，哼，一个白衣庶子也配谈国之大案？裴宣，你是觉得本相老了，还是觉得本相死了儿子，连脑子也糊涂了？人证物证俱全，
凶手就是慕云熙。你要查什么？查他是如何丧心病狂，还是查他穆家如何一手遮天？相爷，小子不才，只是觉得令郎死的有些蹊跷。敢问令郎的书房多久打扫一次？放肆！公子书房何等重地，自然是每日清扫，一尘不染。每日何时清扫？自是清晨卯时。那便奇怪了，案发于子时，距卯时时清扫已过了9个时辰。书房门窗紧闭，9个时辰，房中桌案、书架都该落上一层极薄的浮尘。可卷宗上，仵作和勘押现场的官差都写着房内洁净，无甚灰尘。这说明，在案发前不久，有人仔仔细细地打扫过那间书房。带他们去书房。张玉婵，卷宗里说，窗户是从内侧用叉烧锁住的，对吗？是的。相爷，借您小刀一用。有意思。长风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一个勤劳的凶手。他不仅在杀人后打扫了房间，还顺便给窗户插销上了点油。上油？这窗户有些年头了，开花时必然会发出声响。为了从外面拨动插衫，还不发出任何声音，最好的办法就是润滑了。润滑窗销最好的东西，便是这方墨。可凶手不知道的是，松烟微末的油脂在润滑黄藤时，会析出一种白色的教化物，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些白色粉末。凶手在制造密室时，不小心在窗台上留下了一道划痕，而这道划痕里也留下了同样的粉末。这间书房不是被人从内部反锁的，而是被人从外部精心伪造成了密室。你继续说。张玉成，劳烦复述一遍卷宗上关于创口的描述。窗口。哼，卷宗上写着，窗口位于左胸，状狭长，边缘平滑，深刻极柄。诸位，假设我要用这把匕首一刀贯穿一块肉，那么这些明珠必定会在窗口周围留下12个深浅不一的撕裂伤。冲口边缘绝不可能平滑。这许是穆小姐力气小，没能将匕首完全刺入。若是未能完全刺入，痛口深度便会与卷宗上的深刻极柄相矛盾。更重要的细节，这上面的血迹，如果穆小姐持刀刺入再拔出，血液不仅会沾满刀身，更会渗入刀柄与刀身连接的缝隙。可我们现在看到的血迹只覆盖了刀刃部分，这不像是刺入人体后留下的血迹，
而是有人用毛刷将血涂抹上去的。相爷饶命，裴青饶命啊！下官也是被蒙蔽了，是那仵作，对，一定是那仵作验错了，是他疏忽大意，是他该死啊！裴宣，本相要真相，本相要真正的凶器，要看到那个杂碎的脑袋。可是，现场已被清理，时隔3日，想找到真凶器，如同大海捞针。不，还有一个地方，一定留下了最直接的证据。那便是令郎的遗体。只要重新验尸，便可推断出真正的凶器，甚至可以推断出凶手的信息。放肆！我家公子已经身故，岂容你这庶子再次亵渎其身？相爷不能听他的。好，本相准了，但本相只有一个要求：若你验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本相要你为我儿陪葬。裴大人，相爷可以开始了。相爷三思啊！公子已经入土为安，怎可再受这般叨扰？传出去，我相府的脸面何存呐？脸面？我儿子的命都没了，还要脸面做什么？开棺！长风，窗口边缘没有压痕，没有因外力挤压造成的皮下出血，这绝不是那把金玉满堂能够造成的。奇怪，怎么？死者右手的指甲同样修剪过，但唯独这根食指，指甲的边缘有轻微的断裂和磨损，而且在甲缝之中有一块暗红色的东西。这不是血块，是漆料。相爷，您府中的桌椅门窗可有用到这种暗红色的漆？这是丹心木。丹心木，正是。这是一种产自南疆的珍稀木料，整个京城只有一处地方会用。是哪里？东宫。裴宣，你确定？下官认得此物，早年随先帝南巡，曾见过此木，绝不会错。你的意思是，凶手来自东宫？草民不敢断言，此物在令郎的指缝中发现，说明令郎在死前曾奋力抓挠过一件由丹心木所制的东西，这只能证明凶手在案发前后必然与东宫有过接触。闭关！今日之事，若有半个字传出去，本相让他全家在京城消失。裴大人，顾长风，你们两个随我来书房。顾长风，本相不管你是什么人，也不管你有什么目的，从现在起，你要做的只有一件事：查清楚我儿子的死到底和东宫有什么关系。凭此铁牌，相府内卫、京中眼线，皆可为你所用。裴宣会从旁协助你，大理寺的卷宗人力也随你调遣。相爷，草民只有一个问题。说。重新验尸之事，该如何对外界交代？
这有何难？简单，抓人。就抓那个仵作，验尸不明，疏忽大意，险些酿成惊天怨案。这个理由足够堵住悠悠众口。相爷，不可，只抓一个仵作，是扬汤止沸。外界只会认为是我大理寺内部勘验不精，而穆将军也未必会领情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也会因此失去让凶手露出马脚的机会。那依你所见，我们应当如何做？我们要做的不是了事，而是生事。如何生事？将当日所有参与现场勘验之人一并拿下。罪名是玩忽职守、结党营私、意图构陷忠良。如此一来，重开棺椁便不是什么冒犯之举，而是查明真相的手段。好一个生事！就照你说的办。裴青，剩下的事你知道该怎么做。下官明白。张茂，下官在。你涉嫌在李公子一案中玩忽职守、伪造文书，意图构陷朝廷命有家眷。来人，将他官服剥了，打入天牢，听守审问。什么？不，冤枉！裴青，相爷，我冤枉啊！堵上他的嘴，带走。叔父，我们回家吧。完了，全完了。叔父，你别叫我，我没你这个侄子。我吴家世代清白，怎么就出了你这么个搅动风云的妖孽？这是相爷给的。叔父，别怕，从今往后，不会再有人敢随便欺负我们了。我的老天爷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脸色这么差，是不是又被那个张茂给欺负了？没事。叔母，今日寺里公务繁忙，叔父累着了，让他歇歇就好。饭菜还热着吗？我跟叔父都饿了。热着呢，我再去给你们热热。谁呀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你找谁？顾先生。叔母，是我的朋友，有些事情要谈，您和叔父先吃。相爷的铁卫。困13，铁卫统领，奉相爷之命，前来听候先生差遣，此为信物。信物就不必了，我信相爷，也信你，但我不信这个。先生的意思是？我只需要你们的眼睛和耳朵。你们是专业的，我是外行，所以我不会指挥你们怎么做，我只会告诉你们我需要什么。先生请吩咐。好，我需要知道过去5年京城之内所有关于丹心木的记录。范围太大了，那就缩小范围。第一，谁在卖；第二，谁在用；第三，谁在做。需要多久？3日，名单会送到先生手上。太慢了，我明日就要。我不需要完整的名单，我只需要最可疑的第一个名字。好，去吧。好。叔父，今日寺里可还太平？都挺好的。张茂的事儿没人提，没人提才是问题，说明他们怕，怕就会有敬畏，有敬畏，叔父以后在寺里的日子会好过许多。哎呦，这不是穆家的小将军吗？穆将军怎么到我们这穷巷子来了？快看快看，是镇国将军府的2公子。长风，你是不是？你就是顾长风。正是在下，不知将军造访有何贵干？我叫穆云昭，穆云熙是我姐姐。我听裴大人说了，是你
看出了此案的破绽。裴大人谬赞，草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。分内之事？哼！我不管你是谁的人，也不管你有什么目的。我姐姐夜阴庄破事受尽折辱，如今虽然洗清了嫌疑，可这笔账我穆家记下了。我今日来只问你一件事，你有没有把握找出真凶？穆将军，查案需要时间。我没时间。顾长风，我给你3天时间，3天之内，你若是找不出个所以然来，我不管你是谁的人，我穆云昭的枪可不认人。将军留步。你还有什么屁话？将军可知，这世上最完美的犯罪不是天衣无缝，而是留下一个所有人都相信的错误的真相。令姐的案子便是如此，而将军您现在就在做和凶手一样的事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用穆家的权势来逼我，这会让所有人都急于找到一个真相。到那时，我们找到的可能就不是真正的凶手，而是那个最适合当凶手的倒霉蛋。那我该怎么做？很简单，帮我一个忙。我凭什么帮你？我们是同一条船上的人，穆将军。我就不信，难道我的人查不出东西吗？当然了，但你的人去查，是敲锣打鼓的告诉所有人我穆家在查这个案子，而我的人去查，别人只会以为是相爷在泄私愤，在找东宫的麻烦。东宫？你想做什么？我需要京城的军用防卫图。你疯了！你要那东西做什么？啊？凶手杀了人，从相府离开，他想要处理掉这些证物，他必须找到一个绝对不会有任何人经过的真空地带，只有军用图才能告诉我这个真空地带在哪里。将军，你现在还觉得你的人和我的人做的是一样的事吗？图我可以给你，但不是现在。明日午时，在城南的破庙，我等你，你一个人来。哎呦，我的桌子，这可是上好的楠木啊！这天杀的，就这么给砸了。叔母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回头我给您换个更好的。穆家的人呢？走了？走了。走了就好。唉，这日子是真没法过了。叔父，夜深了，地上凉。长风啊，咱们家就不能回到从前吗？回不去了。从我踏进相府的那一刻起，就回不去了。叔父，以前我们是案板上的鱼，谁都能来割一刀。现在我们是拿刀的人，虽然这刀很重，但至少我们有了选择割谁的权利。我答应你们，我会让这个家好起来，但在这之前可能会有些吵，你们忍一忍。来了。下官吴谦拜见裴卿。吴主宝不必多礼，坐。令侄顾长风，他是个奇才啊。昨日穆家那小子来找过你了？是。令侄没吃亏吧？没吃亏，就是家里桌子吃了一点亏。桌子是小事，回头我让库房给吴主簿送一套黄花梨的过去，你看如何？不，下官万万不敢。吴主宝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令侄现在做的事，关乎很多人的性命。你要做的，就是让他安安稳稳的把这件事做完。顾长风不能出任何意外，你明白吗？下官明白。将军，你迟到了。我从军中大营过来，路远，你倒是来得早。你要的东西，多谢。昨天说我是在做和凶手一样的事，我回去想了一夜，没想明白。将军想不明白什么？
凶手留下一个错误的真相，是为了脱罪；我逼你，是为了找出真凶。我们目的不同，如何能是同路？将军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你以为凶手伪造一切，只是为了嫁祸令姐，让自己脱身吗？难道不是？不，他真正的目的是想通过你们镇国将军府，将这盆脏水泼到另一个人身上。谁？兵部。不可能，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将军，你还在想谁是凶手？可人家想的已经是如何利用这桩命案来扳倒他的政敌了。凶手嫁祸令姐不是目的，只是手段。他真正要引爆的是兵部这桶黑火，而令姐就是那枚火星。他算好了一切，布了一个完美的局，就等着所有人一步步走向深渊。只可惜他没算到我会开棺验尸。我该怎么做？告诉你父亲，让他什么都不要做，不要联系兵部的任何人，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，安心的等着大理寺的消息。这怎么行？这不是坐以待毙吗？不，这是告诉那个藏在暗处的人，我们没有上钩，他精心布置的计谋失效了，他会怎么办？他会着急。人一着急就会犯错，而我们就在等他犯错。将军，你真正的战场在兵部，回去吧，用你的眼睛好好看看。长风，你回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啊？裴青送来的黄花梨的，这比要了我的命还难受啊！长风，这得值多少钱啊？咱们家把它卖了，是不是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？叔母，这是大理寺卿送的，你敢卖，明天就有人敢上门抄家。西市王麻子承接官司木活，曾为东宫赶制一批器物，名目书架。这条巷子在地图上居然是空白的，没有岗哨，没有巡逻线，简直就是完美的真空地带。凶手行凶后，一路向西来到王麻子的木器铺，在这里处理掉了凶器和血衣。叔父，我想请您帮个忙，我想找一个西市的泼皮混混，要那种地头蛇，机灵但嘴巴严实的。找泼皮混混？他这查案的路子怎么越来越野了？长风啊，咱们能不能换个法子？叔父在大理寺好歹也认识几个手脚麻利的差役，差役有官身，一举一动都代表大理寺。我们要的是一条能钻进老鼠洞里的蛇。可我上哪儿找去蛇呀？老吴，你忘了，你那个远房表舅家在叫什么猴子的，不就是整天在西市码头上晃荡，没个正经差事的？你说三猴子，那小子油嘴滑舌倒是块料，可我哪有脸去使唤他？以前见了面，他都拿鼻孔看我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。你现在可连玉成都能一句话掀翻的吴主簿，你怕他？好，我去找。哟，这不是我那在大理寺当差的九品芝麻官吴表叔吗？什么风把您这尊大佛吹到我们这小庙里来了？三猴子，我找你是有桩正经事。正经事儿，表叔，您可别吓唬我。叔，您这是？这只是定金，事成之后还有10两。说，您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只要不掉脑袋，就算是去捅御史家的蜂窝，我也给您办了。不是捅蜂窝，是让你去下一份订单。你就是三猴子？是小人。我叔父都跟你说了？说了，去王麻子木器铺下订单，说是东宫要的。不够具体。记住，你要的是书架，样式要和上次送进东宫的那批一模一样，用料必须是南疆的丹心木，做工要加急，钱不是问题。还有，你去的时候姿态要高，要拿出宫里办事的气派来，但言谈之间要不经意地透露出3点：第一，这批书架是给太子妃娘家那边添置的；第二，催他快点，就说相府那边出了事，最近风声紧；第三，你要无意中抱怨一句，就说上次送进宫的那批书架里
有一只角龟的尺寸不对，害你在主子面前挨了骂，让他这次务必仔细，若是再出错，仔细他的皮。听明白了。去吧，记住，我只要王麻子的第一反应。他说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一个字，一个眼神都不能漏掉。长风啊，你说万一那三猴子嘴不严实，把咱们给卖了，可怎么办？叔父，你给他的是15两银子，而他泄密要付出的是他的命。15两银子和一条命，我相信他会算这笔账。顾先生，您不是人，您是神仙，您是活神仙。起来说话。小人照您的吩咐去了王麻子那铺子，那孙子一开始还爱答不理，拿我当叫花子打发。等我把东宫2个字一亮，他那脸变得比翻书还快。我按照您的说法催他快，说相府出了事儿，风声紧，他那手抖得跟筛糠似的。最绝的是您教我的那句，他听完当时就跳了起来，尖着嗓子喊：“脚柜？什么脚柜？公公，您是不是记错了？那批书架小的可是亲手量的尺寸，绝不会有错。他这是不打自招啊！他慌了，他以为是那晚藏东西的事儿露了馅儿。他后来还说了什么？后来他一个劲儿的跟我赌咒发誓，说他做的都是书架，说那批货从头到尾都是刘公公亲自盯着的，绝不可能出错。他还想塞给我钱，让我回去在主子面前美言几句，我哪敢要啊！吓得我撒腿就跑了。刘公公，这又是一个新出现的名字，一个东宫的太监。做得很好，这是你的报酬。顾先生，这钱我拿着，记住，今天的事烂在肚子里。从今往后，你没见过我，也没去过王麻子的铺子。是，小人明白，小人烂在肚子里。长风，那王麻子他就是凶手？不，他不是凶手，他只是一把钥匙，一把沾了点脏东西的钥匙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报官，让裴青去抓人。抓了他，线索就断了，那条藏在他背后真正的大鱼就再也钓不出来了。叔父，天就快黑了，去换件深色的衣服。我们今晚要去拜访一下这位手艺精湛的王木匠。长风，我怎么感觉背后有人跟着？那是风吹过巷口，卷起了几片落叶。长风，是不是巡城营的猎犬发现我们了？那是东头张屠夫家的阿黄，饿了。长风，有鬼火啊！叔父，那是谁家姑娘晚上起来上茅房提的灯笼？就是这里了。嘘。走吧，叔父。鱼饵已经撒下去了，现在我们只需要回家，安安稳稳的睡一觉，等那条真正的大鱼自己送上门来。吴助磊，令侄那边可有进展？回禀裴青，一切尽在长风掌握之中。好，让他放手去做，有什么需要，大理寺全力配合。是。长风，喝碗汤解解暑。谢谢叔母。你跟叔母说句实话，这事儿到底什么时候是个头？叔母，您钓过鱼吗？钓鱼？年轻时在乡下倒是跟人去河里插过几回。鱼竿冻得太厉害，它会受惊。我们昨天晚上就是那根冻得太厉害的鱼竿，鱼已经惊了。那怎么办？鱼惊了，躲在水草里不出来。最着急的就是那个放饵的渔夫，他怕鱼把嘴里的钩子吐了，
更怕鱼带着钩子游到别的地方去。你的意思是，会有人去找那王麻子？一定会，而且就在今晚。顾先生，真让您给说着了，来了！说清楚，谁来了？一辆马车，不起眼的那种青布小车，连个徽志都没有，就停在巷子口。车上下来一个人，穿着灰扑扑的斗篷，戴着兜帽，可那走路的姿势，我敢保证，绝对是个宫里出来的公公。他进了王麻子的铺子？进了，走的还是后门，跟做贼似的。我亲眼看着他敲了3下门，一长两短，然后门就开了，他闪身就进去了。长风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要去抓人吗？不，我们不抓人，我们去送一份大礼。长风，你可别打我这桌子的主意，这可是黄花梨的，能传家的。叔母就是要拿它去传家，我们现在就把这份大礼送到王麻子的木器铺去。长风，你疯了吗？我们这一送，不就是明白告诉所有人我们在监视王麻子吗？这不是打草惊蛇吗？叔父，你只说对了一半，我就是要打草惊蛇，但我要惊的是那个躲在草丛后面的养蛇人。那个刘公公为什么来？因为他怕王麻子把他供出来，所以他连夜出宫，就是来封口的。封口无非是2种手段，一是威逼利诱，二是让他永远闭嘴。我们现在冲进去抓人也没有证据，最多关他几天，然后呢，他背后的人就会彻底隐匿起来，线索就全断了。所以，我们不是抓人，而是去送礼。你想想看，就在他们密谋时，忽然大理寺的人来送礼，送的还是一份由大理寺卿亲赐的黄花梨木家具，你会怎么想？就是告诉他们，我们大理寺在盯着你，不抓你是因为我们给无勒部面子，而且这份礼并不是送给王麻子的，而是请他代为保管，这代表我们把王麻子当成自己人。你们觉得那刘公公会怎么想？可谁去送？这么晚了，上哪儿找人去搬这么个大家伙？叔父，该您出马了。我？您现在就去大理寺，就说府上遭了贼，您不放心，要把裴清赏的桌子寄放在老友家中，您需要征用几名差役帮您搬一趟。这行吗？为什么不行？您是9品主簿，又是这桩案子的关键人物，整个大理寺现在谁敢不给您面子？您要人搬个桌子，那是他们的荣幸。谁啊？王老弟，是我吴谦，你吴大哥。是吴大哥啊？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吗？最近府上不太平，裴清赏的这套宝贝放在家里实在不放心，想来想去，整个京城我就信得过你王老弟的手艺和人品，想把这套桌椅暂且寄放在你这儿。你放心，等风头过去，大哥我必有重谢。吴大哥，哎呀，王老弟，你怎么坐地上了？快起来，地上凉。都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快把东西给王老板抬进去！小心点儿，这可是裴清赏的，磕了碰了，把你们卖了都赔不起。丑完了，王老弟，放在你这儿，大哥我心里就踏实了。这可是关系到咱们身家性命的宝贝，你可得给我看好了。这几天就辛苦你了，等风头过去，我来取的时候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好了，收工。长风，那个穿斗篷的人，我好像看见他跑了。我看见了。跑了？那我们不就白忙活了？不，叔父，我们今晚的目的是去送信的，那个人就是信。我们把他这封信安安全全的送回到了他主人的手里。顾公子，那信上写了什么？信上写着，你的棋子已经废了，他现在是我的刀，这把刀随时会捅向你。那接下来呢？叔父，您现在需要做2件事。第一，回去明天照常去大理寺，对谁都不要提今晚的事，包括裴大人。第二，安排几个人全天盯着王麻子的铺子，我要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谁会去见他，或者说杀他。顾公子放心，我们兄弟几个轮流盯死他，一只苍蝇飞进去，我们都给您记下公母。
先生有什么吩咐？你回到西市的阴沟里去，替我听一些不一样的声音。头儿，你说那姓顾的小子是不是在耍咱们？咱们在这儿蹲了半天了，连个人影都没见着，这都快1天了，别说人了，连只野猫都没见着。别废话，那位先生不是咱们能议论的，让你盯着，就给老子盯死了。头儿，这时间、样貌、特征都记下来。先生，打听到了，太子妃娘家最近确实在倒腾木料，采买的全是顶级的紫檀、黄花梨，手笔大得很。但奇怪的是，他们没找京城任何一家木器铺子打家具，说是要按回金陵老家修祖宅。修祖宅需要从京城运木料回金陵？谁说不是嘛？金陵那边什么好木头没有，非得在京城买了运回去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吴大人，顾公子出事了，王麻子的铺子走水了。是自杀吗？不像，尸体还没僵，我刚才斗胆看了一下，他脖子上的勒痕下面还有一圈指印的淤青，像是被人先掐晕了，再吊上去的。他们为什么要留下这套家具？这是证据啊！这不是明摆着告诉咱们他们来过吗？不，这不是证据，这是一封战书。他们杀人放火是为了毁尸灭迹，但他们留下家具是在向我们示威，想让我们知难而退。可惜他们想错了，他们留下这套家具也留下了一个破绽。破绽？什么破绽？魏捕头，我想请你帮个忙。顾公子请讲。找2个力气最大的兄弟，把那张椅子抬起来。是。这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大了。这椅子是火着起来之后才被搬到这个位置的。凶手们在杀人放火之后，不慌不忙地将这套家具从墙角搬到了屋子正中。魏捕头，你再看看那根绳子。绳子也是在充满了烟灰的屋子里才被挂上去的。他们先放火，再杀人，最后把一切都弄得像是畏罪自焚的假象。可惜，演得太过了。那个乞丐，他不是来讨饭的，他是来望风的，是来确认你们走后铺子里没有埋伏的。把他画下来，身高、样貌、衣着，还有那根当拐杖的木棍，所有细节都不要放过。是。然后把京城里所有的眼线都撒出去，我要这个人活的。叔父，这案子您得接下了。接下？这不是大理寺的案子吗？我只是个主簿。从现在起，他就不只是大理寺的案子了。这案子，裴青一个人扛不住，他需要有人在明面上替他把这些案子串起来。您就是最好的人选。我这辈子没办过案子。您不用办案，您只需要坐到大理寺的案牍库里，把所有相关的卷宗都摆到您自己的桌子上，然后该喝茶喝茶，该发呆发呆。就这么简单？就这么简单。先生，我总觉得宋家买木料这事儿跟这个案子脱不了干系。当然，或许他做的东西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，大到需要用修一座祖宅的木料才能掩盖过去。三猴子，我需要你再去一趟金陵。去金陵？对，去宋家的祖宅看看。你在外面好好的看一看。看什么？看他有没有冒烟。
吴主簿真是辛苦了。王大人，不必多礼。本官听闻吴主簿将此3案并查，实在是我辈楷模啊。李相丧子，穆将军爱女心切，此案早已是权臣相争的利器。吴主榜，你若有任何需要，我督察院必定为你撑腰，定要将这朝堂上的污浊一扫而空。吴主簿，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？既然吴主婢胸有成竹，那本官就不打扰了。这鱼儿当的也太他娘的吓人了。叔母，您看这根棍子，像不像咱们家那棵树的树枝？不像，咱们家树枝子哪有这么直的？再说了，这颜色也不对，黑不溜秋的，看着就硬。这要是打在人身上，一棍子下去，骨头都得断。快点！顾公子，让你说着了。我们把京城大大小小的乞丐我都翻了个不遍，没人认识画上这个人。意料之中。魏捕头，你见过这样的拐杖吗？少见，这么直溜的硬木棍，倒像是练家子用的短棍。我需要知道这是什么木头。这光凭一幅画，怕是不好认。有了，我认识一个老木匠，京城里就没他不认识的木头。我这次就让他来看看。这木头是紫檀的，颜色是红的，上面有一些黑色的条纹。若老朽没看错的话，这应该是铁华木。铁华木？对，这玩意儿产自辽东苦寒之地，木质比钢铁还硬。这东西在城里用处只有一个，用来做羽林卫的校场演武棍。有意思。他们终于忍不住，把爪子从阴影里伸出来了。魏捕头，把这张画像再复制100份，贴满京城的大街小巷，就说此人乃是西市焚火案的凶犯，大理寺悬赏白银500两，征集线索。顾公子，不可，这会惊动羽林卫，到时候我就是要惊动他们。哼，我要看看，是他们来找我们，还是那个养蛇人把这根木棍也给烧了。吴主榜，本官倒是不知道，我大理寺何时富裕到了用500两白银去悬赏一个乞丐？那个裴青，让他说。裴青，此举实属无奈。无奈？我看你是胆大包天，你把羽林卫的脸按在地上抽。你知不知道，今天一早，羽林卫的指挥使已经派人来我这里问话了。他问了什么？他没问，是因为他不敢问，或者说，他背后的人不让他问。现在全城的人都在找他，那个养蛇人会怎么做？他只有2个选择。第一，眼睁睁看着这颗棋子被我们抓住，然后顺藤摸瓜，摸到他自己身上。
你这是在赌！你在拿整个大理寺，拿本官的乌纱帽，甚至拿你叔父的性命在赌。不，我信奉逻辑，养蛇人一定会选第二条路，因为棋子可以再找，他自己却只有一条命。所以你已经布下了网，就等着他去杀人。不抓，我等着他来送礼。送礼？裴青，裴青，顾公子找到了，活的，死了，在一条臭水沟里发现的。那根铁骸木冠被人从中断成了2截，另一截塞进了他的嘴里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在计算人性。一节插心口，这是为了致命，为了让他立刻闭嘴，干脆利落。另一节塞嘴里，这是羞辱。凶手就是要告诉我们，你们不是要找一个乞丐吗？现在我把他杀了，他不是羽林卫的士兵，他就是一个卑贱的乞丐。裴青，现在不是愤怒的时候，我们现在去看一看这份回礼。备马。另外，把那个老木匠也一并带上。带他去做什么？一根木棍能看出产地和用途，那么2折断棍，自然也能看出折断它的究竟是人还是野兽。裴青，我也要去吗？走吧，吴主宝，你不是鱼饵吗？鱼死了，饵自然也要去看看。魏捕头，第一个发现尸体的人呢？是一个拾荒老头，天不亮就出来捡东西，结果就看到了，吓得当场就报了官。人已经带回衙门录口供了。把尸体抬上来，记住，动作要轻。裴青，你看这里，这伤疤有什么问题？问题很大。老人家，你再看看这断成2截的棍子。顾公子，老朽刚才斗胆看了一下，这棍子断口之处非同寻常。怎么个不正常法？回您看，这断口虽然参差不齐，但整体上却是一个极为平整的斜面。这根棍子，它是被人用手生生熬断的。而且有这种本事的，绝不是寻常的江湖把式，而是军中汉族。这是指痕。凶手在凹断这根木棍时，因为用力过猛，他的手指扣进了木头里，留下了这3道平行的划痕。我刚才就在想，这个伤疤是怎么来的？现在我大概知道了，凶手应该是带了虎爪。你是说，凶手是禁军中的死士？我没有说，逻辑只能推导出可能性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凶手杀人之后，还特意往他嘴里塞颗金牙。这颗金牙不是寻常的金牙。哦，有何不同？
你们看这里，王，姓王的多了去了，这能说明什么？这不是寻常的楷体字，这是督察院专用的书立体。你是说，这颗金牙的主人是督察院的人？不一定，但他告诉了我们3件事：第一，凶手能轻易弄到一颗来自督察院官员的金牙；第二，这颗金牙就像一个标签，他在告诉我们，督察院里有他的人，而且这个人恐怕和这枚棋子一样，随时可以被舍弃，被当成下一个回礼送给我们。那第3点呢？哼，第3点，他为什么要留下一个王字？前几日是谁去了叔父那里，说是要为他撑腰？他，凶手在用这颗金牙告诉我们，你们的每一步我都知道，你们和谁接触过我也知道，那个姓王的，就是我的下一颗棋子，你们敢动他吗？裴青，现在您明白这份回礼的全部含义了吗？他和我们发出了战书，他是在玩弄我们。顾长风，本官现在只想知道一件事：我们该如何破局？既然他把王大人推到了我们面前，那我们就去会一会他。不是我们去，是叔父，您去。我不去，打死我也不去。那个王成一看就不是好东西。叔父，您现在是鱼饵，鱼饵的作用就是去钓鱼。可那是鲨鱼，会吃人的。所以您不是去跟他斗智斗勇，您是去求助。求助？没错，您就跟他诉苦，去卖惨，把大理寺的无能演到极致，然后无意中向他透露一个消息，就说最近的案子似乎和镇国将军府有关。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怎么又扯到镇国将军府头上了？那个王成他不是自诩清流，要扫除朝堂脏污吗？现在我给他递一把刀，一把可以同时捅向穆将军和李宰相的刀，你猜他会怎么做？就这么办。吴谦，下官在。此事就交给你了。你不是一直抱怨自己在大理寺只是个深抄案卷的主簿吗？现在本官给你一个机会，办好了，本官重重有赏。哼，办砸了，你就自己去那条臭水沟里找个好位置吧。吴主郎，别来无恙啊！上次本官去看你，你还对本官爱答不理，怎么今日却屈尊来我这小地方了？王大人，救命啊！吴主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快起来，有话好好说。王大人，你要是不答应救我，我今天就跪死在这里。吴主簿，你先起来，有什么委屈你跟本官说，只要是本官能做到的，一定为你做主。王大人，我快活不下去了呀！此话怎讲？相爷要报仇，将军要翻案，裴青两头受气，就把火都撒在我们这些底下人身上。那个乞丐就死在臭水沟里。唉，吴叔宝，这朝堂就是个吃人的地方，只是本官没想到，连裴青他也变得如此不近人情。王大人，您是不知道啊，现在这案子又出变故了。哦，我那个侄子顾长风，他又发现新线索了。可这个线索，他太吓人了。裴青听了之后，当场就警告我那侄子不许再查下去。什么线索？吴主宝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？
你放心，你今日在这里说的每一个字，都出不了这间屋子。我侄儿发现王麻子曾经跟镇国将军府有过秘密往来。什么？而且我侄子还推断，王麻子铺子里的那把火是为了伪造证据。伪造什么证据？伪造王麻子是自人的假象。其实王麻子是被人灭口的，而灭口的人就是穆家派去的。他们杀王麻子是为了掩盖一个更大的秘密。什么秘密？王麻子，他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木匠，他其实是穆家的一个眼线，专门负责给军中打造一些见不得光的东西，私造兵器，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。好啊！吴主榜，你这次可是立了大功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本官管定了。裴宣不敢查，我来查；他不敢管，我来管。本官一定要将穆家的滔天罪行公之于众，还大钱一个朗朗乾坤。你回去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他信了？信了，信得死死的。他现在估计已经开始写弹劾将军们的奏折了。他还给了我100两银子，让我继续给他提供证据。很好，他这么一闹，只会起到的作用。什么作用？打草惊蛇。王成会像一条疯狗一样去查所有和穆家有关的人和事。他闹这么大的动静，那个真正藏在穆家的养蛇人，他会怎么办？他会慌，他会以为是我们查到了什么，所以才借督察院的手来敲山震虎。他为了自保，就必然会做出一些过激的举动，而我们就在等他动。可穆将军那边要是知道了是咱们在背后搞鬼，他不得把咱们俩的皮给扒了？他不会知道的。顾长风，穆将军，何事如此动怒？何事？我的人刚刚得到消息，督察院的王成像疯了一样，正在四处搜集我穆家的罪证，说我父亲意图谋反。他还说王麻子的死是我穆家派人下的手。我之前来找你，你告诉我不要打草惊蛇，我信了。我穆家为了配合你查案，自断手脚成了砧板上的肉。结果呢？结果你转过头就拿我穆家的清白和名誉去当你的鱼饵。顾长风，你是不是觉得我的枪不够快？将军，你发泄完了吗？发泄完了，就请把枪从我的面前拿开。他挡着我看卷宗了。你！将军，杀了我很简单，但你穆家也就坐实了罪名。到时候都不用王成弹劾，你穆家就会被连根拔起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干什么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将军，你现在要做的是回家去告诉你父亲，让他做好准备。准备什么？准备开战。你什么意思？字面意思，王成就是一条疯狗，而养蛇人只会躲在暗处看戏，所以这潭水还不够浑。我们要在这潭水里再扔下一块巨石。什么巨石？将军，你回去将这张纸条交给你父亲，告诉他，这是我给他的一个建议。他有选择的权利，但这
是他唯一的机会。好，今日是在下鲁莽了。长风，你到底给他写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只是教他如何把水搅得更浑而已。啊！穆天成，你拥兵自重，迟早是我大钱的心腹大患。这次看我如何将你连根拔起！谁？主人，事情已经办妥了，王城短时间内应该不敢再有任何变动。穆家那边有什么动静？我们查到，今天下午穆云昭闯进过大理寺，和顾长风发生了激烈的争吵。哦，结果呢？结果，穆云昭是自己走出来的，虽然脸色不好看，但并没有动手。有意思，一个能让穆云昭那种火爆脾气都强行忍住怒火的人，这个顾长风比我想象的还要有趣的多。既然王城这条狗暂时废了，那我们就给他找点事做。传我的命令下去，明天一早我要在安定门的乱葬岗看到一具新的尸体。谁的尸体？那个验过木棍的老木匠。昨夜有黑衣人闯入老木匠家，却被另一伙人给打跑了。有人去刺杀老木匠了！长风啊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咱们这边刚查到一点线索，这万一老木匠真出事了，咱们可怎么交代啊？叔父，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有退路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那个王成被吓破了胆，估计也不敢再闹腾了。咱们这棋不是下成一盘死棋了吗？谁说线索要断了？这场失败的刺杀，恰恰是敌人送给我们的最好的一份大礼。啊！他太急了，急就会出错，我们只需要等着。等什么？等一只黄雀。父亲，这能行吗？这个顾长风会不会是李芳派来故意坑害我们的？他不是李章的人。李章那个老狐狸只会用权术压人，用阳谋害人的法子，他想不出。阳谋？对，是阳谋。如果我们不这么做，那个藏在暗处的敌人会继续逍遥法外，我们会一直处于被动的境地。可如果我们照他说的做了呢？我们主动要求自查，这是何等的坦荡！王城那些捕风捉影的弹劾，瞬间就成了一个笑话。而我们则可以借着这次自查的机会，把军中那些钉子一颗一颗拔出来。好一招引蛇出洞！顾长风，他不是在帮我们，他是在利用我们。好小子，好手段！将军，太子殿下传来口谕，太子听闻穆小姐受了委屈，特命他送来一些安神的补品，请将军和小姐宽心。父亲，这太子是什么意思？
他这是在向我们示好。哼，示好。云昭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李景的案子，我们查到凶案现场有东宫乐友的丹心木木屑。父亲，您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这个案子从头到尾都和东宫脱不了干系。他现在派人来，就是来试探我们穆家的反应。北马，我要立刻进宫面圣。宣镇国大将军穆天成觐见。臣穆天成叩见陛下，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穆爱卿，平身。爱卿如此行色匆匆的进宫，所谓何事？臣有罪，特来向陛下请罪。哦，爱卿何罪之有啊？督察院御史王成昨日上书弹劾于臣，其一，弹劾臣治家不严，纵女行凶，谋害宰相公子李景；其二，弹劾臣私造兵器，意图谋反。朕相信穆爱卿的忠心，此事朕已交由大理寺详查，爱卿不必介怀。陛下，我穆家3代忠良，为国戍边，抛头颅洒热血，从无半句怨言。如今奸佞小人当道，一纸奏诉就想将我穆家钉在谋逆的耻辱柱上，臣不服！我北京30万将士不服！那依爱卿之见，当如何？臣穆天成恳请陛下立刻派遣钦差彻查我镇国将军府，不止将军府，所有与军方有关的衙门一并彻查。若查出我穆家私造了一刀一枪，臣愿将这颗项上人头亲手奉上，以儆效尤。穆爱卿，你可知你这番话意味着什么？臣知罪。传朕旨意，让大理寺卿裴宣为主审，御史大夫为监察，即日成立钦差卫队，彻查镇国将军府一案，所有部门全力配合。任何人胆敢有丝毫阻拦、隐瞒者，以同谋助处，杀无赦。朕倒要看看，这朗朗乾坤之下，到底是谁在忠心为国，又是谁在祸乱朝纲？长风啊，长风！叔父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天都塌下来了！穆老将军他自请查办，把兵部武库都牵扯进去了。哦，知道了。这不会是你出的主意吧？叔父，您觉得穆老将军是傻子吗？他当然不是。那不就结了？他不是傻子，却做了你眼中的傻事，这说明他看明白了这盘棋。什么棋啊？这棋盘都要被掀了！不掀棋盘，又怎么能把那些藏在棋盘下面的老鼠一只一只全都给赶出来呢？穆老将军这一手叫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把所有的压力都扔给了别人。扔给了谁？第一个是王成，第二个是宰相李圭。而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，是那个藏在暗处的真正的养蛇人。他看到穆天成摆出这么大的阵仗，他会慌，他会以为穆天成真的掌握了什么，为了自保，他必然会加快动作，而他越是着急，露出的破绽就会越多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什么都不用做，
我们只需要坐在这里，安安静静的看戏。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。回殿下，镇国大将军穆天成今早在金銮殿上自请查办，他还请求陛下彻查兵部武库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杀一个老木匠，人都没杀成，结果呢？结果却逼出了一头疯虎。好一个穆天成，好一个顾长风！这是阳谋，这是摆在台面上的阳谋。他把刀子递到父皇手里，这么一来，王城那条狗就废了。本宫之前所有的布置，全都成了一个笑话。那个顾长风，查到他的底细了吗？回殿下，此人是吴谦的远房侄子，只是个屡试不中的穷酸秀才，并无任何出奇之处。穷酸秀才？一个穷酸秀才，能有这等算计人心的手段，能让慕云昭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二愣子都乖乖听话，能逼得本宫都不得不暂避锋芒。查，给本宫继续查。是。江作监那边都处理干净了吗？回殿下，所有相关的账目图纸都已经销毁，那些参与过的工匠也都处理妥当了。处理妥当了？钱老木匠，你们当初也说处理妥当了。殿下放心，这次绝不会再出任何纰漏。但愿如此。传我的命令下去，让兵部和武库的人都给本宫老实一点，不要有任何小动作。是。穆天成不是要查吗？我们就给他一个真相。殿下的意思是？没错，让羽林卫指挥使张贺来当这个替死鬼，所有的罪名都给他安上。一个羽林卫指挥使的人头，这份礼够重了吧？殿下英明，去办吧。记住，做得干净点。陈景云，裴青，此人有何不妥？此人不是不妥，是太妥了。他可是陛下的贴体心腹，如今陛下把他派过来当副使，位在我之下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陛下真正想用的是你。我？没错，你一个白身，陛下却让你将作为顾问。陈景云名为副使，实为陛下的眼睛，他会把你查到的所有东西一字不漏的直接呈报给陛下。好小子，你现在可是圣上钦点的刀了，这把刀用好了，能斩断这京城的重重黑账。裴青，我只信奉逻辑，逻辑指向谁，我便查谁，无论他是将军，是宰相，还是太子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本官就陪你赌上这顶乌纱帽。启禀裴青，顾公子，宫里来人了，是陈景云陈大人，说要见一见顾公子。你就是顾长风？草民顾长风，见过陈大人。不必多礼。陛下让我来，只问你一句话：这案子你打算从何处查起？回陈大人，草民不查人，只查物。哦，查什么物？查一根木头和一颗牙。杀死乞丐的铁壶木棍和那乞丐嘴里的金牙。草民以为这两样东西就是解开这盘死局的两把钥匙。好，那第一站
去哪儿？将座间，铁夹木源自军中，虎爪手甲亦是军中利器，而能打造这些东西的地方，只有将座间。好，就去将座间。我倒要看看是哪个大胆的狗贼，敢在天子脚下私造兵器。顾长风，你这把刀够快，本官就喜欢快刀。下官刘成恭迎钦差大人，不知大人驾到，有失远迎，罪该万死。刘大人，起来吧。本官今日奉陛下之命前来，是来查案的。是，不知大人想查些什么，下官一定全力配合。刘大人，把你们近3个月来所有的物料出入库账册、工匠名册、成品清单，全都给本官搬上来。大人，账册乃是军中机密，按规定是不能外泄的。怎么，刘大人是觉得本官这身钦差的官服是假的？下官不敢，下官去办，这就去办。这么多账册如山如海，从何查起？不急，账册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刘大人，我只问你几个问题，你如实回答。是。第一，将座间里谁的手艺最好？回公子的话，若说木工手艺，当属鲁工房的钱老。钱老？对，钱开山，他家祖上就是鲁班门的大师。不过他年纪大了，这几年已经不怎么亲自动手了，只带几个徒弟。把他所有徒弟的名单给我。是。第二个问题，近3个月，军器局可曾入库过一批铁航木？铁航木，这个下官平日只总管全局，这些物料入库的细节都是下面的人在办，下官得查查账。那就去查。找到了。什么？找到了？回大人，铁花木的记录找到了，在1个月前，确实有一批铁花木，但这批木料没有入我们军器局的库。那去了哪里？是被羽林卫的校尉张贺提走了。你说的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账册上写的清清楚楚，还有羽林卫的勘核，张贺将军的亲笔画押。好一个张贺，竟敢监守自盗，盗用军资，还敢嫁祸东宫！来人，立刻去羽林卫衙门，将张贺给本官。大人，且慢，你这是何意？顾公子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很大。刘大人，你刚才说这本账册是从库房里找出来的？是的。库房阴暗潮湿，账册存放已久，应该会有一股纸张发霉的味道，对吗？对。可这本账册，它非但没有霉味，反而有一股淡淡的墨香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有人提前伪造了这本账册，给我们准备了这么一个完美的证据。他想把祸水都引到张贺的身上，他想让我们就此结案。刘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冤枉啊，钦差大人，我冤枉啊！这账册确实是刚刚才从库房里搬出来的。一个4品的将座大臣，俸禄几何？1年120两。120两。刘大人，你这一身的行头，怕是就不止120两了吧？单凭你的俸禄，养得起你这么大的家业吗？你不用说，我替你说。有人给了你一大笔钱，让你准备好这本假账册，让你把我们引向张贺，而你的任务就是演好这个忠心又糊涂的将座大臣。我说的对吗？我说，我全都说，这账册确实是假的。是昨天深夜你
个蒙面人送到我府上的，他还给了我一张1000两的银票。他说，只要我今天把钦差大人的注意力引到张贺身上，事成之后还有重谢。他还说，这是太子殿下的意思。谁敢不从，就让我全家都去乱葬岗里团聚。把他带下去，严加看管。顾公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线索又断了。谁说线索断了？敌人想让我们看到什么，我们就偏不看什么。他不想让我们看到的，才是我们真正要找的。王通和赵四，也是敌人故意留给我们的一个陷阱。王通和赵四这条线查下去，会是另一个被他们精心包装好的替死鬼。那我们现在是查还是不查？查，当然要查。他既然给我们设了套，我们就钻进去。不过，不是按照他设计好的路子走。你们看，李三是钱老木匠最得意的徒弟，而在这本考公录上，这个李三从不迟到早退，他不是有问题，他就是留下那3道划纹的人。来人，立刻去把这个李三给本官抓回来！大人，等等。大人，现在去抓他，只会让他身后的那个人立刻警觉。我们不能再打草惊蛇了。那你说，该怎么办？我们以主顾的身份去会一会他。裴青，您府上是不是缺一套新的书架？缺，太缺了。我那书房正缺一套上好的紫檀木书架。听闻将作监的鲁姑房手艺冠绝京城，本官正想去定租一套。哎呦，这不是裴大人吗？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快请进，快请进。李管事不必多礼，我今日是来找你们工坊的师傅定做一套书架的。定做书架？那您可来对地方了。我们鲁工房的师傅个个都是好手，不知大人想要什么样、什么木料的？木料就要最好的紫檀木，样式嘛，得找个手艺最好的师傅。大人好眼光，紫檀木那可是木中之王。要说手艺最好的，那自然是我们的李三师傅，他可是钱老的亲传弟子。我这就去把他叫来。小的李三，见过裴大人，见过公子。李师傅不必多礼，我家中需要一套书架，图纸我已经画好了，想请李师傅给参谋参谋。是甘总。公子的图纸画得极为精巧，只是这个地方用寻常的纸榫怕是不够牢固，若是换成穿抄锡，不仅美观，承重也能增加3成。李师傅果然是行家。对了，李师傅，我听说你们也能做一些军中的器物。公子说笑了，我们卢国坊只做民用的家具，军中的器物我们可不敢沾。是吗？可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这里不是还打造了一批给禁军用的虎爪吗？虎爪？公子，您肯定是听错了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小的连听都没听说过。没听说过吗？那铁黄木呢？李师傅总该听说过吧？听说过，那是辽东来的硬木，比铁还硬。军器局那边倒是偶尔会用。心理学中，普通人在回忆真实存在的事情时，眼球会习惯性的转向上方，而他却是转向左上方。好了，这套书架就交给李师傅了，定金我会让管家送到府上。公子慢走。
长风，这就完了？这个李三看起来没什么问题啊。他在说谎。那我们现在就回去抓人？不，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。那怎么办？等。又等？对，我刚才故意把那张图纸留在了他的桌子上。那张图纸有什么问题吗？问题很大。我画的毛笋结构有一个致命的缺陷，任何一个有经验的木匠都能一眼看出来。如果按照那个图纸去做，那套价值1000金的紫檀木书架会在完工后自行散架。而我刚才已经明确表示，这套书架就交给李师傅了。你想想，他现在心里在想什么？他会以为这是你故意留给他的一个陷阱。没错，他现在一定坐立不安，他心里一慌，就必然会找那个背后之人。而我们只需要在后面悄悄地跟着，看看这条蛇会钻进哪个蛇洞里。长风，你这脑子到底是怎么长的？裴青过誉了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就在这等着？不急。我已经让魏明安排了我们最可靠的人手，他们会散布在江作言和李三家附近。我们只看他背后那个养蛇人究竟是谁。桃儿，这李三该不会今晚不出来了吧？闭嘴！顾公子的判断不会错，耐心等着。跟上。头儿，他走了。他没见人，只是在墙里藏了个东西。藏东西？怎么办，头儿？要不要现在过去把东西拿出来？不要动。顾公子，裴兴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么精彩的大戏，我们怎么能不来亲眼看看？长风，现在怎么办？那个李三儿已经走了，我们是等还是等？还等？等什么？万一……裴青，您想一想，如果现在我们过去取走了那封信，那条真正的养蛇人会怎么想？他会知道我们已经盯上了李三，甚至已经找到了他们的联络点，那他会立刻切断所有的联系。到时候我们再想找到他，就难如登天。可我们如果不拿，怎么知道那信里写了什么？信里写了什么不重要，我用脚趾头都能猜到，无非就是他暴露了，他被我用图纸试探了，他请求指示。重要的是，谁会来拿这封信？李三只是一条蛇，我们要做的是顺着这条蛇找到他们的蛇窝。所有人原地待命，没有我的命令，
谁也不许动。是。天干物燥，小心火烛。裴青，您看他的手，这不是更夫的手。他进去了，要动手吗？等。各路神明，保佑平安，平安无事。跟上他。茶爷，这么晚了还没歇着，来碗热馄饨暖暖身子。好啊。今儿个天可真冷啊，我这手都快冻僵了。可不是嘛，这鬼天气，生意也不好做。这简直是天衣无缝。好。分头跟。头儿，怎么办？要不要冲进去？不，等等，先围起来，一只苍蝇都不要放出去，等顾公子和裴青的命令。顾公子，裴青，这都快天亮了，里面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？他们会不会已经从别的地道跑了？不会，这座宅子我之前研究过地图，它没有别的出口，而且他们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，不会轻易放弃这个据点。长风，我们这么围着也不是办法，天一亮就瞒不住了，到时候就打草惊蛇了。是啊，所以我们不能再等了。殿下，东西送到了。顾长风，好一个顾长风，竟然敢把主意打到本宫的头上。他以为设下一个小小的陷阱，就能让本宫自乱阵脚吗？天真！传我的命令，告诉李三，让他就按照那张图纸去做。殿下，这万万不可啊！如果真的照着做，那套紫檀木书架必然会散架，到时候裴宣追究起来，李三他必死无疑啊！蠢货！你以为本宫不知道吗？那个顾长风，他以为他很高明吗？他设下这个陷阱，无非就是想逼得李三只能向我们求助，从而暴露我们的联络渠道。他的算盘打得确实不错，只可惜他算错了一点。他算错了，本宫也会下棋。可我们让他照着做，不正是中了他的计吗？中计？不，这是将计就计。如果裴宣去找李三的麻烦，李芷只需要说一句话，就能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哪句话？大人，小的只是一个工匠，是按照公子您给的图纸原封不动地做出来的。图纸如此，小的不敢擅自改动分毫。到时候，所有责任都会落到顾长风身上。殿下英明。所以，你现在要把我的命令传达给李三，告诉他，从现在起，
他就是一个最本分、最老实的工匠。他的任务就是把那套书架做得尽善尽美，不要有任何多余的动作。如果顾长风和裴轩再去找他，他就一口咬定自己只是个听吩咐办事的，客人怎么说他就怎么做。他越是蠢，我们就越安全，那个顾长风就输得越惨。是，奴才明白了。等等，殿下还有何吩咐？光是这样还不够啊！殿下的意思是，去找个能接触到大理寺的人，把这个消息泄露出去。就说鲁公坊的李三接了裴大人的活，对那位顾公子的图纸是赞不绝口，要打造出一件传世精品。我们要让顾长风和整个京城的人都对他那套精巧的书架充满期待。到时候书架一散，他摔的才会更响更惨。奴才这就去办。顾长风，本宫倒要看看你这把皇帝钦点的刀到底有多快，是能伤到本宫，还是会不小心把自己给玩死？啊！什么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太子疯了吗？他不知道那图纸有问题？不，他知道。顾公子，太子他把您的计策全都看穿了。长风，这下麻烦了，我们的计策被他看穿了，他现在反过来给我们设了个套，我们……裴青，您不觉得这盘棋越来越有意思了吗？有意思？我们都快被人装进套子里了，这还有意思？他以为他看穿了我的计策，所以他现在很得意。他以为他已经是棋手了，但他不知道，从始至终，他都只是一颗比较大的棋子而已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再等下去也没有意义了，不如现在就冲进去把他拿下，人赃并获。不，现在冲进去，他们会承认吗？太子会说他只是深夜来探望一个臣子，那个管家会把所有的罪名都揽到自己身上。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，到时候我们不仅扳不倒他，反而会落一个构陷储君的罪名。那你说怎么办？很简单，他不是要将计就计吗？那我们就再将计就计。天快亮了，裴青，我们该回去了。回去？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是，他不是算了，我们是回去，等他送另一份大礼上门。他不是要派人去散播消息，那我们就帮他一把，让这个消息传得更快更广。长风，你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你这么做不是正中了他的下怀吗？到时候你的脸往哪儿搁？我的脸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当所有人都把目光聚焦在这套书架上的时候，那条真正的毒蛇，他会觉得自己安全了。到那时，他才会露出最致命的破绽。听说了吗？大理寺那个神探顾公子亲自画了一套书架的图纸，要给裴宣裴大人做家具。真的假的？他不是个书生吗？还会木工活？何止是会，听说那图纸精巧绝伦，连鲁光坊的老师傅看了都惊为天人，说是前所未见。长风啊，我的亲侄子啊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现在全京城的人都在等着看你那套神仙书架，到时候那玩意儿一散架，咱们叔侄俩就不是身败名裂了。叔父，稍安勿躁。茶凉了，再续一杯。还喝茶？我这心都快烧成灰了。你跟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想怎么收场？为什么要收场？啊，叔父，您想一想，现在太子是不是觉得他的计策已经成功了？是啊，他现在估计在东宫偷着乐呢。他是不是觉得我顾长风已经是一个不足为虑的蠢货了？是啊。那他现在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？是李三。没错，我这个威胁解除了，李三就变成了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危险的棋子。
一个知道太多秘密又已经暴露在我们视线里的人，你觉得太子会怎么处理他？他会灭口。冰懂，他一定会杀人灭口，因为只有死人才能永远的保守秘密。可光是让他动杀心还不够，我们得再给他加一把火。叔父，又要辛苦您一趟了。你又要我去？没错，您上次去督察院，不是认识了一个嘴巴不严的小丽吗？您这次还是去找她。您就装作不经意间告诉他，我们发现虎爪上面沾染了一种只有军器局使用的淬火油，而最近只有李三领取过。你要表现的既兴奋又害怕，这样才能让人相信。长风，你这是在借刀杀人啊！叔父，这不是借刀杀人，这是引蛇出洞。太子以为他自己是猎人，那我们就把自己伪装成最肥美的猎物，引诱他从黑暗里走出来，对他发动致命一击。到那时人证物证俱在，他再也无法抵赖。去吧，叔父，这是最后一环了。只要这一环成功了，这盘棋我们就赢了。废物，一群废物！顾长风，又是顾长风，他怎么敢？本宫已经设下了书架之计，他马上就要身败名裂了，他为什么还在查？他从哪里查到的淬火油？殿下息怒，这也许是顾长风虚张声势，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，想诈我们呢。假消息？你觉得到了这个时候，本宫还敢赌吗？传令下去，让尹六动手。本宫不想再看到明天的太阳升起时，李三还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让他做得干净点儿，伪装成一场失火意外。顾长风，这是你逼我的，你毁了本宫的棋局，那本宫就只能掀了这张棋盘。动手！你好，尹六，我们终于见面了。说吧，你的主子是谁？为什么要杀李三？不说是吧？我倒要看看，是你的骨头硬，还是我这烙铁硬？等等，裴青，陈大人，对付这种人，酷刑是没用的。他们从被选中的那一天起，就已经把生死置之度外了。我说的对吗？你可以不在乎你自己的命，可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死了，你那唯一的亲妹妹呢？你怎么会知道？我怎么知道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知道她现在在哪里。我知道她过得并不好，你的主子并没有好好照顾她，
只是把它当成用来控制你的最后一张底牌。你想想，你现在被我们抓了，你的主子会怎么对你妹妹？你想要我做什么？很简单，把你所知道的一切原原本本的说出来。你的主子是谁？你们的组织有多少人？你们的据点在哪里？你们都干了些什么？只要你说了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们会把他救出来，让他平平安安的过完下半辈子。可如果你选择顽抗到底，那我们会把你被捕的消息传出去。到时候你的主子会怎么做？我想你比我更清楚。好，我说，我全都说。主谋是太子李宾言，我是东宫卫影子部队的统领之一。李景的案子从头到尾都是太子策划的，目的是挑起宰相李官和镇国将军穆天成之间的争斗，削弱这两大势力。东宫在兵部、督察院、宰相府都安插了眼线，这些年东宫还借人手囤积钱粮。够了，够了！啊，长风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我们是奉皇命查案的钦差，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太子，那我们就把这份证据原封不动的呈给唯一能做决断的人。陈大人，这是你的职责。我明白了，裴青、顾公子，这里就交给你们了。我现在立刻进宫面圣。你们除了李三之外，还有没有别的妻子？有。是谁？将作大臣刘成。陈景云叩见陛下。臣有罪，臣查到了一些大逆不道之事，不敢擅专，特来请陛下圣裁。起来说话。臣不敢。朕让你起来。陈景云，臣在。这份供词除了你们三人，还有谁知道？回陛下，此事只有臣、大理寺卿裴宣以及大理寺顾问顾长风三人知晓。顾长风，他似乎总能给朕带来一些惊喜。陈景云，你信吗？朕问你，你信还是不信？臣信。朕也信。朕的儿子，朕自己清楚。他从小就聪明，也很有野心。朕一度以为他会是一个合格的储君，只可惜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，他的野心也太大了，大到连我这个父亲都容不下了。他以为他做的那些事很隐秘，朕都不知道。他太小看朕，也太高估他自己了。这件事到此为止。这份供词就烂在你的肚子里。从今天起，没有太子谋逆，只有一桩尚未查明的凶杀案。陛下，这万万不可！太子殿下是在挖我大钱的根基啊！若不严惩，他日必成心腹大患。
严惩？怎么严惩？废除太子，还是杀了他？太子是国本，国本不能轻易动摇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他既然想玩，那朕就陪他玩玩。朕要让他亲眼看着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是如何化为乌有的。你回去告诉顾长风，这案子让他继续查，他想查谁就查谁。但有一条，在朕没有下旨之前，任何事不得指向东宫。臣遵旨。去吧，让那2个老家伙也别闲着。李匡的儿子死了，他这个当爹的总该为儿子做点什么。穆天成的女儿被构陷，他这个当将军的也不能白白受气。告诉他们，朕等着看戏。臣告退。来人！陛下。宣，将作大臣刘成、户部侍郎王简仆、兵部主事孙志立刻进宫。朕要在天亮之前见到他们。奴才遵旨。长风啊，你说陛下会怎么处置？不知道。我再问你几个问题。你想知道什么，我都说。除了你之外，你们还有几个统领？有，殿下身边还有一个总管，我们都叫他鬼面，没人见过他的真面目，所有的命令都由他传达给我们。鬼面，你们囤积强粮所得银两都去了哪里？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账房，所有银两都由他负责，此人代号算盘。他在哪儿？我不知道。算盘和鬼面一样，是殿下最核心的机密，我们这些刀没资格知道。将作大臣刘成，他是怎么被你们拉下水的？他不用拉，他自己就不是什么干净东西，贪财好色，我们只是给了他一个价钱。他为你们做了什么？很多见不得光的兵器、图纸，都出自他手。很多军械倒卖，也需要他从账目上做手脚。比如虎爪手甲。对，图纸是殿下亲手画的，材料是刘成提供的，打造是李三洞的手。裴青，如果现在我们去查刘成，能查出东西来吗？难。刘成是将作大臣，没有必要陛下确凿旨意，我们钦差上队也不能随意去抄一个朝廷命官那个家。而且这人既然能被太子看中，必然是个老奸巨猾之辈，贸然上门只会打草惊蛇。陛下，陛下有旨。陛下怎么说？陛下说，这案子继续查。什么？陛下还说，逻辑指向谁，就把谁揪出来。但是在没有圣旨之前，任何事不得指向东宫。陛下不是要包庇太子，他是要亲手把太子所有的爪牙都给拔掉。陛下有旨，命钦差卫队即刻查封将作监，缉拿将作大臣刘成，并查抄其府邸。所有缴获人犯直接交由钦差卫队审理，任何人不得干涉。